美国总统川普在周四圣诞节的当天表示，已经下令对尼日利亚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发动致命袭击。他警告恐怖分子，如果继续迫害基督徒，将会付出更多代价。 周四，也就是圣诞节的傍晚，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宣布，作为美军总司令，下令美军对尼日利亚西北部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发动强大的致命打击。他说，多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恐怖分子呢，一直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残忍地杀害无辜的基督徒。五角大楼发布的一段影片显示，正在从军舰上发射导弹，迅速升空。 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这次空袭是因尼日利亚当局的要求，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进行的，击毙了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也在 X 平台发文感谢尼日利亚政府的支持，并且配合打击行动。尼日利亚外交部表示，这次袭击是正在进行的与美国安保合作的一部分。尼日利亚与美国的合作还包括情报共享和战略协调，以打击恐怖组织。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内基督徒和穆斯林大约各占一半。穆斯林主要集中在北部，基督徒则聚集在南部。上个月，西北部尼日州的天主教学校则发生大规模学生绑架事件。随后呢，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大量招募军警人员。经过1个多月，学生才陆续救出。另外，美军本月还对叙利亚境内的数十个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 叙利亚安全部队周四宣布，与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高度协作，在大马士革郊区展开连续打击行动，击毙了1名伊斯兰国高级指挥官，并在几个小时前逮捕了该恐怖组织的另一名重要头目。另外，11月在华盛顿特区枪击2名国民警卫队队员的阿富汗公民拉坎瓦尔面临新的联邦指控。目前的案件已经移送到联邦法庭，嫌犯可能面临死刑。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美国报道。 气象预报显示，一场新的冬季风暴将于本周末袭击大纽约地区，可能会带来高达15厘米的降雪量，提醒民众出行注意安全。气象单位预计，在周五傍晚到夜间将出现降雪，并持续到周六清晨。纽约市、北新泽西、长岛以及康州沿海地区都有可能出现7到15厘米的积雪。 根据气象预测显示，周五最高温在-1摄氏度左右。随着风暴抵达，气温将进一步下降，夜间最低可达-7摄氏度左右。周六白天气温也将维持在冰点附近，降雪量在周六清晨到上午最为强烈。如果降雪强度预测准确，可能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对夜间及清晨通勤造成影响。 气象单位提醒，假期期间如果遇上降雪，司机要预留更多的出行时间，特别注意桥梁、高架道路和还没有清雪的次要街道。行人需要留意结冰路面，避免滑倒受伤。另外，大纽约地区在周日还可能迎来降雨。下周随着气温回升，部分积雪可能融化，局部洼地可能出现积水。气象单位呼吁纽约地区居民提前做好防寒与交通准备，以确保节后周末出行安全。 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应翔综合报道。美国南加州在圣诞节当天遭遇创纪录的大暴雨，带来的洪水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警长。他的助理在湿滑的路面上车辆失控发生撞车。洛杉矶市长巴斯周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发布强烈降雨警报和撤离令。虽然在圣诞节早晨天空稍微放晴，但是周四下午到晚间又有一波降雨。另外，无人驾驶服务 Waymo 周四再一次暂停在旧金山湾区的无人驾驶出租服务，上次暂停是在20号，因为临时停电，造成一些无人驾驶车辆在道路上瘫痪。近日，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加州逮捕了100多名非法移民卡车司机，他们涉嫌从事各类犯罪活动，目前已经被拘留，等待移民程序。 一场名为“公路哨兵”的逮捕行动圆满结束。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周二报告，在加州各地的高速公路上抓捕了101名非法移民卡车司机，并严重打击了中北加州的货运公司。这些司机来自印度、墨西哥、哥伦比亚、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家，全部是非法移民，正在面临移民程序。而被突击的货运公司涉嫌从事犯罪活动，包括人口走私、劳工贩运、毒品贩运以及货物盗窃等。联邦当局批评这些非法移民本不应该拿到卡车驾照，但加州允许他们申请上路，导致了一系列致命车祸。
今年早些时候，一名持有加州核发卡车驾照的印度公民在佛州高速公路上试图非法掉头，结果导致发生严重车祸，3人死亡。调查官员证实，这名司机的英语和道路标志考试都不合格，但加州和华盛顿州却颁发给他卡车驾照，最终伤及美国人的生命。受此影响，联邦加强了对卡车司机的审查，尤其在加州。国土安全调查局官员表示，南加州拥有全美最繁忙的2大港口，每天有无数货物发往全美各地，因此必须保障卡车司机完全遵守法律，保护道路安全。在加州行动的同时，印第安纳州、纽约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也展开了类似行动，逮捕了200多名持有卡车驾照的非法移民卡车司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加州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推进结束俄乌战争，周五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回应。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同意继续和美国对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周四在和美方代表进行了谈判后，有了新的想法。周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和美国就结束俄乌战争继续对话。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Кирилл Дмитриев доложил президенту об итогах своей поездки в Америку, об итогах свои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эта информация была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на.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вот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состоялся контакт между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России 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Условлено продолжать диалог. 美乌双方也在周四进行了谈判。Сьогодні ж практично годину говорили з представникам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Ми говорили зі Стівом Віткофом та Джаредом Кушнером. І це була справді хороша розмова, багато деталей. Є хороші ідеї, ми їх обговорили. Є деякі наші нові ідеї, як наблизити реальний мир. І це стосується форматів, це стосується зустрічей, безумовно, таймінг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部分文件已经准备就绪，但一些敏感问题还将继续完善，未来几周可能会非常紧张。另一方面，在圣诞节期间，俄乌双方仍然持续交火。乌克兰空军周四称，俄罗斯在平安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31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克兰南部城市科尔松、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以及奥德赛的部分居民楼、市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造成至少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克兰击毁了106架俄军无人机。乌军则在圣诞节当天用英国的风暴阴影导弹击毁了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地区的一家炼油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池晓综合报道。周日，日本警方接获报案，位于静冈县三岛市的一家汽车轮胎工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警方当场逮捕了一名男性嫌犯。当地时间周五下午4点半左右，日本静冈县三岛市警方接获报案，横滨橡胶公司三岛工厂有人持刀刺伤5、6个人，并喷洒液体。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同时出动大量警车和救护车，工厂周边也拉起了封锁线。据共同社报道，嫌犯自称是小山雅贵，住在三岛市，现年38岁。警方当场依现行犯杀人未遂将其逮捕，正在厘清犯罪动机和事发经过。消防部门表示，这起事件共有15人受伤，其中8人被刀刺伤，送医治疗。另外7名伤者被泼洒漂白水，所有人都意识清楚。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刘芳综合报道。周五，日本政府确定了2026年度总预算案，规模高达122兆日元，其中防卫费用突破9兆日元，创下历史新高。这笔国防预算的核心项目是为了因应台湾有事，部署无人机，强化海岸防卫系统，建立多层次沿岸防卫网。日本政府としての明確な国家意思を内外に表明するものだと確信をしていま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日本政府周五拍板2026年度预算案。规模高达122兆3092亿日元，连续2年创下历史新高，比2025年增长9.4%。
其中防卫费用突破9兆日元，约合5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超过2025年度的8.7兆。目的是应对急速恶化的中日局势。日本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这是为保护日本所必须的最低开支。今回の予算はあくまでも我が国が戦後最も厳しく複雑な安全保障環境に直面し、日本の守りを全うするために最低限必要なものであります。这次防卫费包含美军整编经费等，核心项目建构以无人机为核心的沿岸防卫体系，结合长射程导弹，强化整体的防卫能力。日本正在进行的5年计划在2026年进入第4年，这项计划旨在将年度军费开支翻一番，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如今在高市的带领下，日本将比原定计划提早2年实现兑现对美国的承诺。高市上个月表示，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日本军方可能会介入。此后，中共多次要求日本收回这些言论，遭到拒绝，双方分歧持续升级。12月，中共航母在日本西南部附近海域进行演习，引发东京抗议。另外，共军将雷达锁定日本飞机，被认为有可能在准备发射导弹。在经济层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2026年预算将同时实现强劲经济和财政永续性，特别是在 GX 半导体方面，将原始预算增加了1兆日元。此外，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竞赛，日本政府这次编列了1兆2390亿日元预算，投入先进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是前一年的3.7倍。预计日本政府1月将在国会中提出预算，目标是在3月底前通过立法，实现年度内生效。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川普总统12月23号宣布，美国海军将建造2艘川普级新型战列舰与小型巡防舰等，组织一支黄金舰队。这些新舰艇将具备怎样的战斗力？对印太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本台记者采访了海军陆战队退役中校哈尔·肯普福，来听他的见解。肯普福中校，节日快乐！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节日快乐！中校，您曾任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在听到川普级新型战列舰计划时，您首先想到了什么？这种新舰艇的确很令人瞩目。我不清楚美国将耗资多少来建造它，但相关介绍显示，这种舰艇具备许多功能，其中一些新功能甚至还有待开发。总统表示，这些军舰将比我们以往建造的任何舰艇都更大、更快，也更强。在当今海战领域中，究竟是什么决定军舰的真正战力？其实，这正是各国在积极研究的课题，大家都在非常仔细的评估，因为无人机、超音速导弹、水下及水面无人机载具等新技术的出现，为武器弹药的使用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方法。当然，还包括新一代现代化的反舰导弹。我们已在黑海看到了实际例子，俄罗斯海军当时被乌军逼退并赶出了黑海，而乌克兰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海军，却非常有效地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军舰。据介绍，川普级战列舰预留了雷射武器的位置，它虽然不再使用电磁轨道炮，但仍保留了可在舰上部署轨道炮的空间。此外，还将搭载大量垂直发射的超音速导弹。新舰还配备了一种直升机甲板，具备自行发射无人机的能力。综合所有配置，这无疑将是一艘战力相当强大的军舰。这些新舰艇将怎样与包括航母、潜舰与驱逐舰在内的现有海军体系整合呢？我认为新舰艇能很好地融入现有的海军体系。据介绍，它们可以成为航母打击群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独立作战舰艇使用。在现代海战或空战的作战模式中，已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巡飞弹药及其他装备。虽然过去那种只能依赖航母，
从航母起降、有人驾驶战机的概念还没完全走入历史，但无疑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新舰艇也为未来的技术改造预留了空间，因此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并具备相当高的生存能力。这些新舰艇与中共的最先进舰艇相比，哪个更强大？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会因此发生实质改变吗？中共是拥有很多舰艇，但我很怀疑其中一些舰艇的真实性能。中共经常吹嘘，称这些军舰能执行非常惊人的任务，但我一直很清楚，中共的宣传往往都夸大其词。不过，虽然川普级新舰艇的能力非常强大，但却无法很快到位。预期大约在2030年代，美国能拥有20到25艘这样的舰艇。我相信，他们很可能对南海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不过，到那时，南海的整体战略情势会是什么样，现在很难判断。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见解。中共中央巡视组今年7月起进驻陕西，开展为期2个半月的巡查。然而，根据当地访民反映，地方政府欺上瞒下，访民的上访材料都被地方拦截，当事人遭到威胁和打压。巡视组7月21日开始在陕西省信访办设立办公点。据访民介绍，每天信访办外人山人海，挤满数千名访民，但始终未见到巡视组成员。部分陕西访民透露，他们提交给巡视组的信访材料都被转至地方被举报部门，因此处境变得恶化，遭受到来自地方当局的压力与威胁。访民王小琴指出，巡视组的行为是违法的，他违反信访条例第30条的规定，对我们的事情造成打击报复，拖着不办。你中央巡视组，你李建明，你来干啥来了？不能解决问题，你来你糊弄老百姓。巡视组结束约2个月后，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审查调查，但冤假错案仍未得到处理。你抓方红卫，抓那么多的贪官，可是我们的感觉就是你抓多少，好像跟老百姓没啥关系。不是说把方红卫抓了，方红卫压了那些案子呀就有所进展，没有。那你们这是给谁做戏了？你们是依法治国吗？近日，部分访民又联名寄信给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法委等部门，要求彻查陕西省公检法系统存在的腐败问题，但至今未获得回应。访民李启红替妹妹维权的举报材料也被转移至被举报单位蓝田县公安局，且遭到拒绝处理。中央巡视组程序上违法，我们告的是蓝田县公安局，他就把材料就转给被告，按照法律程序他应该回批，转给被告呢只能受到打击报复。李启红表示，中央巡视组带头违法，各相关部门让程序空转，大量冤案无法得到解决。依法治国必须以宪治国，没有法律这个保证，再没有言论自由、媒体的监督，这个法律都是成了空的，他们一拳代法，一言代法，都是空谈。另有一位访民石秀菊表示，巡视组在西安期间，他们前后去了10余次递交材料，但至今访民的诉求根本没有往前推进。巡视组在期间没有解决问题，而且还制造问题，公布于天下，让大家都知道陕西是一个法外之地。新唐人记者洪宁、陈建明采访报道。近日，南京博物院一名退休员工实名举报前院长徐湖平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南京博物院也接连被曝光存在长期倒卖文物的问题，例如馆藏的明代仇英名画《江南春》流入了拍卖市场，起拍价8800万元。北宋赵光甫的《双马图轴》早在2014年就以230万元拍卖了。相关案例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博物馆文物安全的高度关注。南京博物文物院监守自盗究竟是个案还是冰山一角？盗卖文物在中国的情况有多严重？下面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旅美历史学者李英之，李先生您好，欢迎您。你好，主持人。
您好，首先想请问，就是根据您的了解，南京博物院文物监守自盗这个事情是孤立的，还是说具有普遍性的？盗卖文物的情况目前在中国有多严重？我个人呢，在国内呢，除了一半的精力做维权工作之外呢，我的生意就是做收藏品，所以我对中国字画呀、瓷器这些文物市场呢，我还是相对有些一定了解的啊。据我的观察呢，是很多这个盗卖的这些事情呢，它并没有在媒体上披露出来啊。我个人认为呢，它不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呢，有些地方呢是相当严重的啊。我就知道有一年呢，在媒体上报道的这个广州呢，像广州美术学院的它博物馆里面，就是有一个他的老师把这个里面的真的张大千等人的这些字画呢，他就用仿品把它替代了啊。另外就是在北京有一个国有的这个拍卖公司啊，名气也比较大的，前段时间呢，它是这个前2年就是它停摆啊。实际上里面传闻也是传出了里面有严重的这个文物的这个盗卖啊，这种就是低价呀就出手这个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这个现象啊，这是我的看法。那另外呢，南京博物院的很多员工他也指控说，馆藏的多件珍贵的书画都被送给了各级的政府官员，比如说检察院的院长啊、检察长啊，还有反贪局长等等。而且员工多年来一直都是多次举报，但是却就是一直没有人回应。那如今就是当局这次抓了这个前院长，您觉得这是真的要管了吗？这一次？这个事情呢，就是相当严重了啊。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实际上信息就是说，这个员工呢有多个员工，有的员工的多年多次举报，最近呢这个事情因为在媒体上披露出来了，所以他呢就不得不重视了。但是呢，他的难度在于，就是我看到的信息是他们把这个字画的这个行贿给检察院长呀什么，这个都是官员。如果他这个事情追究下去呢，他会涉及到很多人啊，因为他是比较难办的。中国的事情就在于呢，如果媒体没有披露啊，这个报道这些事情，包括民间的，这个政府呢，他就睁一眼闭一眼就按住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关键我觉得还是说舆论的关注能多高，能多大的持续，能多坚持，才能使这个事情呢继续推进啊。另外就是中国这些事情呢，我个人看就是说，中国呢是党国不分的啊。这个共产党是属于中国的吗？还是中国属于共产党的？实际上呢，这个国家呢在属于共产党，所以呢导致好多财产呢是这个国有资产呢和共产党呢是就是难以这样区分的。有些东西是共产党，就是说是国有资产，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所以关键在他这个党国体制。我的观点啊，就是所以在这种党国体制下，国家真正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啊。文物这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许多的中国网友已经开始反思了，甚至他们就会不再觉得说中国的文物收藏在外国是一个国耻的，就是感觉是一个国耻，然后反而还要感激，比如像大英博物馆这样的机构，可以妥善的保管了中国的文物，起码至少不会被卖掉，可以让后人还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舆论的一个转变，实在是非常令人唏嘘。就是您觉得，为什么中国文物流落到海外反而能够得到保护？那么保护文物的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觉得网友这些说法的心情呢可以理解啊，但是我个人呢，就是说，我个人从情感上我不赞同这种观点的，就是确实在中国过去在战乱的这些年代里，就是中国好多文物流失在国外，在国外的大英博物馆在很多地方反而保存好了，对吧？那么在中国国内的这个文物的损害，这100多年来大家都看到，尤其在战乱时间，就是说在清末是吧，民国时期啊，这个国家很混乱，好多的盗卖文物的非常严重啊。我个人呢，在05年到达过瑞士的时候，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私人博物馆里，就看到了很多中国那个瓷器保存的非常好，像新这样的，就是确实像瑞士，它是个和平的国家，它对不对？没有发生过战乱，保存的非常好。这个呢，客观上确实中国一些文物在过去的年代呢流落到海外，它得到了保护，对吧？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国内破四旧，
这个文物损坏非常严重，确实让人非常痛心啊。那么客观上呢，放在流到的海外反而保护住了，这确实是客观事实。但是今天呢，毕竟中国呢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经济各方面也比较强大。它虽然存在文物倒卖的问题，有些文物它也不让流失到海外。另外呢，这个保护这方面呢，要比这个战乱的年代要好得多的。我们从个人的情感上当然希望这些文物呢留在中国，因为这些文物本来是出自中国的，就像埃及的好多文物，它放在大英博物馆，它也希望回到埃及啊。所以说，我觉得情感上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回到中国。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国这个政权呢发生这个变化，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对吧？我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是确实最终希望文物呢回到这个在中国保存啊，这是从民族情感上讲。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也谢谢您可以加入我们今天的连线，谢谢。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的其他重要新闻。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12月24号，北京发布楼市新政，放宽非京籍家庭购买条件，多子女家庭可以多买房，但是房屋中介业者并不看好楼市。自去年9月30号以来，北京已经3度出台松绑楼市政策，但是房价仍然持续下跌。12月24日，北京市当局通知放宽非京籍家庭购房条件，一是将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现行的3年调减为2年，购买5环外商品住房的由现行的2年调减为1年；二是2孩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可在5环内多购买1套商品住房。京籍多子女家庭可购买3套房，非京籍多子女家庭可购买2套房。同时，银行在房贷利率上不再区分首套住房和2套住房，2套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从30%降到25%。北京房屋中介披露，自去年9月30日以来，北京已3度出台政策，对楼市进行松绑，仍止不住房价下跌的趋势。去年930的那个政策就是5改2、5改3，今年的这个政策是3改2、2改1。11月底的时候，二手房的均价42600，去年930的时候，这个数值是48600，降幅大概15%左右。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11月，北京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894.8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下降4.6%。北京房屋中介表示，今年楼市大多持观望态度，很多新楼盘卖不动，降价多一点才有销量。二手房溢价空间大，未来房价还有下调空间。这个利好结果可能跟去年相当，去年的结果就是去年的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成交量特大。现阶段不是要抬价格，提的也是稳房价，那为什么一直不放？挤牙膏啊，时机未到啊，现在并不是很想让价格拉起来啊。北京房屋中介提醒，政策还会持续松绑，不是刚需的暂时不要入手。5环外放宽就是告诉你，半年之内肯定会5环外全部放开，因为之前广州啊、深圳啊，他们都是一样，改成了1年社保以后，不超过6个月就全部放开了。短时间它的一个成交的曲线会有一定的上升，但是能维持多久不好说。新唐人记者熊斌、彭新宇采访报道。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2026年1月7号到18号将在美国华府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为观众带来10场精彩演出。华盛顿市长穆里尔·鲍泽近日发出贺信，祝贺神韵成立20周年，赞扬神韵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并预祝演出圆满成功。华府市长穆里尔·鲍泽在贺信中说：“值此神韵艺术团20周年之际，作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我非常荣幸地向神韵艺术团致以祝贺。自2006年成立以来，神韵艺术家们已在36个国家200多个城市演出，全球千万的观众现场观看神韵演出。神韵运用古典、民族、民间及叙事的中国舞与音乐的力量，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壮丽辉煌，令华盛顿特区居民以及世界各地观众敬佩，并为他们带来希望。鲍泽还表示，尤其感谢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弘扬善良、宽容、忠诚与家庭等价值观，跨越文化界限，引起共鸣，促进相互尊重。最后，
他仅代表70多万名华盛顿特区居民，衷心感谢神韵艺术团的杰出成就，并祝愿首场演出圆满成功，令人难忘。神韵。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雨薇综合报道。明年，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认清共产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对美国人的危害，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近日，在美国转折点举办的2025美国节活动现场，本台记者采访了希尔斯戴尔学院范安德尔政府研究生院院长马修斯伯丁，来听他的见解。希尔斯戴尔学院以坚守传统教育和培养公民意识闻名。放眼当今美国的整体教育环境，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其实，我对当今教育界更深的担忧是更深层的道德堕落。这主要反映在以所谓的知识来否定真理上。当更多人接受这种认识时，就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只涉及教育，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我认为，对抗道德堕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拾真理。而我们在目前的教育运动中，确实看到了宗教的复兴，年轻人对信仰的热情也在回升。尽管我在目前这些糟糕的教育体系中看到了那种道德堕落，但人们在家庭中、在传统教育里、在生活的环境的方方面面，也都表现出一种对认清事物真相的渴望。正是在这些地方，这些思想种子将带来对最重要理念的复兴。这种复兴来得更有深度、更重要，展现出人们对道德真理的认同与追寻。而只有追寻真理，才能让人明白自己是谁，应如何对待人生。这种理念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也是我们希望守护的核心。斯伯丁教授，您的见解令人鼓舞，感谢分享。谢谢。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